suggestions, any guidance of any news. And today we're gonna choose from the stars.能吃辣还是放点辣子？这在那上。小麻花，别听那个，别听那个。外面太冷了，必须得开车里的空调了。不开空调是不行了。刚才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情，车子胎压低了，去加一点胎压，去给车胎补气儿。随便导航了一个地方，居然没找我要钱。我问了他3遍，我说多少钱多少钱，他说不要钱。我的天，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对我这么好了吗？我受宠若惊。刚才去了一趟宜家，本来想买一个漱口的水杯，没想到全都是玻璃杯，一个塑料杯也没有，不买了。以后漱口就不用杯了，就用手捧，这样捧点水，漱就完事儿，不要水，极简就完事儿了。现在打算去七鲜买童年味道西红柿，我妈说特别好，买个西红柿，然后再买瓶饮料，开到验车的地方。今年是第1年了，需要验车，因为这个车已经买了6年了。这是我第1次验车，很紧张。为什么过了目的地而不入？因为我突然想拉屎，我又要下到地库去车里拿纸，然后上2楼去拉屎，无语了。摘星气泡美式还不错，期待尝尝它的另一个口味。如果再便宜点更好了。走了，去验车了。让人毫无欲望的自动售货机，没有零糖饮料，也没有好喝的茶饮料。
毫无欲望。要去复试了，家人们，内心很复杂，既想去又不想去。想去是因为没有工作，你必须得找个工作；不想去是因为这个地方单程离我现在住的地方20多公里。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话，那这趟上班旅程将变得痛苦异常，而且还是个初创公司。总部刚刚搬到天津，现在只有3个人，希望能争取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薪资，是11之前约的复试，但是我现在也一直在投简历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面试机会。祝我成功，祝我争取一份合理的薪资。面试回来了，朋友们，和老板聊了1个小时，还加了个微信。一会儿我要让 AI 给我写一段委婉的说辞，告诉他我很期待这次面试的结果，无论选上没选上，至少告诉我一声，还是不能放弃投递简历。我提的薪资他同意了，我是不是提少了？感觉每次要工资都要少了，很难去评价我自己，可能归根结底还是不自信。就这样，在他没有给我发 offer 以前，还是不能停止投递简历。我觉得就算他给我发了 offer，我也不能停止投递简历。这公司现在一时一变，谁都说不好。今天你来，明天也许就不让你来了。他今天在最后问我，在家待着这没上班的半年有没有学习什么？我告诉他我在学习剪辑。我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回答。其实我啥也没学，有啥可学的？还是说运动比较好？毕竟我减肥成功减了30多斤，可能要说运动比较好。其实没有固定收入的时候，说啥都是白给。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交互性的回答。你要是说啥也没干，好像有一种很冷淡的感觉。你至少说点什么积极向上的东西，应付一下，
让两方都有台阶下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的这种感觉。好的，今天的总结就到这里。感觉我的镜子有1个世纪没有擦，好，现在刚刚把它擦干净，然后去洗一下粉扑，太脏了，我要做一个整洁的人。AI 是个好东西，我让它帮我写一篇不卑不亢的微信对话，和刚才面试的职位是老板的人表达我是谁，面试什么岗位，因为他同时面对了很多人，我怕他记不住我是谁，然后表达一下无论有没有录取我，都希望通知我一声，最后再说点客气话，然后 AI 就写出来了。我爱 AI， 我的人生如果没有 AI， 将是一潭死水。如果我找到工作了，第一件事就是给 AI 充会员。GPT 保佑我，蔡神保佑我，哈哈。我真的有一种感觉，无论这次的面试成功与否，我这2天都不想再刷招聘软件了，太累了。永远是那几个老朋友，现在应聘者那么多，你这几个老朋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什么意思？那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。这么多人你都跳不过来，你到底想要我啥样的？你想要个端茶倒水的武则天吗？真的搞笑，太累了。如果这个月再找不到工作，那可能今年就没戏唱，今年就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希望不是如此，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稳定、符合我内心要求的工作，尽量过个好年。吃饭吃的是中午的剩饭，土豆、辣子、炒肉片儿，还有米饭，我还搁了点辣子。今天的下饭视频是 ASMR， 我对别的好像都没啥兴趣了，现在只想静静的听听 ASMR， 然后静静的吃饭，静静的休息，累了。已经氧化的桃子，即便如此依然非常好吃。这个好像是住在周边的农民自己种的，可以，真的好吃。有味道的水果就是最棒。现在有些水果有点像预制水果，就长得像水果，其实里边没有水果的味道，像预制人一样。早，朋友们，今天喝菊花茶。秋天了，拜拜火。今天想尝试一下椰子抹茶水，我还没想到用这个放椰子水还是用这个放椰子水，用这个还能放多一点。好，开干。干了一半，突然告诉我昨天买的打折月饼到了，打了2折的月饼，一会儿正好趁着吃早餐的时间来吃一下，看看好吃不好吃。好像和我想的不一样，并没有分层。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像果蔬汁的东西。也还不错。用椰子水本身的糖，然后抹茶没有放糖，对于我这个不是甜的人来说恰到好处。今天略显抽象的早餐组合：抹茶、椰汁，我妈做的鸡蛋饼，我上面抹了点蒜蓉辣酱，又辣，红配绿，很有 CP 感。好，现在我想一边等待京东送月饼来，然后一边聊聊 NPD 的事。离 NPD 的掌控已经不到1个月了。NPD 现在是连环夺命 call， 他这一天完事儿了，等到下午6点多、5点多，他可以疯狂的给你打好多电话，你不接他就一直打。NPD 现在开始离间我和我妈，一会儿这都是他给我妈发的微信，因为我早就把他拉黑了。
NPD 一会儿给我妈发微信骂我妈，说她把我教坏了，一会儿又给我妈发微信骂我，说我把我妈骗走了。我的巨大月饼到了，我发现 NPD 就是喜欢吸食人的，像那种精神的感觉。他自己待着，他就活不了了。其实他是一个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但是他要霸占别人的精力，霸占别人的劳动力，就是多吃多拿都要，占便宜没够，吃亏难受。我现在搬出来以后，偶尔会闻到邻居飘过来的二手烟的味道，或者是说楼下这小区的公共的地方有男的在大喊大叫什么的，有时候就会让我感觉我还没有搬走，会突然间把我吓得一哆嗦。其实你说他对你造成了什么巨大的伤害，让你残废了或者怎么样的也没有，但这种精神保持高度紧绷，不能完全放松下来的感觉真的很恶心。我现在可以完全放松下来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。我妈也去咨询了一些律师，一些法律相关的人士，准备慢慢捍卫自己的权益，让 NPD 多吃多拿多占了30多年，是时候该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了。加油！一个是红豆秋丝月饼礼盒，一个是流心奶黄月饼，都是农制的，是元朗荣华旗下的牌子，可能是另一条线更平民一点的。我们一会儿来尝一尝，这个好像2块多一块，这个是10多块钱，所以加一起也就10多块钱，超级便宜。所以说从经济实惠的角度，中秋节之后购买打折月饼是最合适的。大力出奇迹的给它扯掉。我决定先吃这个蛋黄酱型红豆，看看它结合在一起，还是先吃陈皮红豆吧。这咋装的呀？装的陈皮红豆，没有吃过的组合。这个流心奶黄盒子都得压扁了，无所谓，2块钱还要合伙。流心奶黄放在这里，还要吃，今天就吃这2个。好，我们来尝一尝，第一个就是流心啥呀？流心啥？忘了，吃吧。来尝尝这个陈皮红豆，我将永远拥护农制这个品牌。虽然这看起来毫无食欲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月饼加上这种风格的盘子，这才是正宗的中国风，哈哈哈，真的很不错。朋友们，我发现痛击 NPD 最好的手段之一就是不让它吸血。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职场 NPD 高发的原因。我从现在上班10多年，遇见的不是 NPD 的领导屈指可数。也就我之前在北京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物业行业，那个女领导真的很好，40多岁。有人总是说什么女领导40岁更年期咋的？哇塞，那个女领导超级好，就那种下属有事我扛，脏活累活我来干。最好的一个领导姓王，虽然现在已没有联系了，可能当时我在工作中还给他造成了一些麻烦，但是我现在衷心的祝福这个王姐以后的生活家庭幸福，工作顺利发大财。只要 NPD 你不给他吸血，他是完全没戏唱的。NPD 的病情在节假日高发，如果节假日你在他身边，他就会给你做服从性测试，说你饭菜做的不好吃，然后找茬打一架，来凸显他的在这个家庭的重要性。他自己就是老鼠屎，他要搅坏这一锅汤，他让大伙所有人的情绪都围着他转。如果你被 NPD 一直吸食的话，就会变得麻木。不过我没有挣脱，我估计我妈还是这么麻木，就一辈子被 NPD 所吸食。为什么 NPD 在职场上高发？就是因为他享受那种下属在他面前小心翼翼，生怕说错一句话，战战兢兢的，因为几百块钱绩效那种拿捏人的感觉，这个真的很恶心。我上一份职场领导之一就是一个巨大的 NPD， 哇塞，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，他接待的客户或者怎么着的来了一个人，所有人都要放下手头的事儿去迎接，而且你又没告诉我要去，你告诉我了吗？
我这么多领导，我他妈4、5个领导，我天天盯着你，真的搞笑。而且之前我的直属领导也很搞笑，他说上次顾总接待的人你没去，你没打招呼，顾总发了好大的脾气，那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又没叫我，我屌都不屌他当时。所以说我只能说，职场上的某些人，不要因为你一己私欲而丧失了初心，做人的初心不要丢。如果你做人的初心丢了，那你以后也很难走了。反正我是认为，作为人来说，良心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。昨天看玲姐直播，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欲望是创造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腿瘸，那你就不需要去医院。打断你一条腿，然后让你产生去医院的欲望。老 NPD 并不会愿赌服输，还是会说为什么我不能永远赢？我要一直赢，我要遥遥领先。你怎么能保证自己能一直赢呢？哼！所以说 NPD 肯定会遭报应的，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家庭里。我觉得在职场上是个 NPD 的人，在家庭里他的亲人朋友也不会喜欢他的，所以说他在职场上就更加的变本加厉而已。我觉得是这样。好的，现在是每天看新闻的时间了，不要因为 NPD 这2天的事情打扰了我的正事儿。我的世界还很大，只是前一部分有他而已，后面我相信他会早早的离开我的世界。正在看亢奋的解说，现在看到了新冠特别篇。这部剧很多人关注的并不是剧情方面，而是尺度方面。今天看了一下解说，剧情拍的真的很好，我将大力拥护这部剧。如果没有看过的，推荐大家去看看。熟悉的空气炸锅、孜然羊肉，还有1分钟。200度10分钟，看起来。
今天一天真的纯折磨。早上发现厨房的下水管漏了，又重新拿胶带把下水管固定住。现在又发现厕所没水了，冲马桶没水了，只能用花洒流下来的水接在盆里，然后用盆倒水去冲马桶。已经丧失了大小便自由。过几天我妈要去咨询律师，到了打硬仗的时候了，到了向 NPD 做总清算的时候了，到了让 NPD 付出代价的时候。3天前复试的工作说3天之后给消息，他说给他2、3天时间，现在第3天了，没有任何消息，72小时过去了。难道他说的是3个工作日吗？反正今天一整天就都浑浑噩噩的，找工作也感觉还是那几个老朋友，要么有新朋友让我降薪的，或者单休的，或者又降薪又单休，路程还远，要么就降薪又单休还没有公积金的。我该说什么？就今天整个一个浑浑噩噩的大状态。降薪实在不想接受，非双休也不想接受，没有公积金也不想接受。为什么在生活必需品涨价的时候，作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资却是一直在降？合适吗？太离谱了。然后劳动力倒在河里，也不要贱卖出去，大不了不消费。我本来想买5双鞋，再买点毛衣、大衣、过冬的衣服啥的，算了吧，不买了。只是饿不死就行了，既然这样子苟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想了想，就算是找不到工作，就算是要在家里蹲1整年，我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公司，不会和他们一起熬粥了。与其在一个公司和一帮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一起熬粥，还不如在这里贫穷且平静且单纯的生活。上班也是为了活着，贫穷一点，物欲少一点也可以活着，那就简单的活着更好。只是觉得在家待着没事情做，也不敢出去旅游，有钱也不敢花，这种不上不下的很忐忑的感觉，真的很难受。我觉得有人会懂这种感觉。抑郁了，家人们真的抑郁了，不确定做什么好，只能剪视频，做自己现在能做的，把握住身边的确定感，去抵消那些不确定感。冰箱里最后一瓶存货，上次在盒马买的啤酒，我要一边剪片子一边把它喝掉。开瓶，我觉得这个牌子的啤酒比三得利更加适合我。